如果你是将死之人，给你一个机会上传意识到另一个躯体，你会同意吗？这是电影《阿凡达》中的一个核心设定。男主本来是一个下半身瘫痪的前海军陆战队员，他的双胞胎哥哥是一名科学家，在任务开始之前意外死亡。公司为了不浪费为他哥哥量身打造的昂贵蓝皮肤，就找到了和他 DNA 完全相同又一直坐在轮椅上一无所有的 Jake， 给了他一个条件听起来很诱人的 offer， 来潘多拉帮我们做事情，你就有机会用那具蓝色躯体重新站起来，甚至换一种人生。表面看起来这是个重获新生的故事，但如果你把这个设定冷静地想一下，其实就是一个将死之人被允许把他的自我意识上传到另一个载体。近年来有许多意识上传题材相关的电影，即使你没有全部看过，也一定会对 Elon Musk 的脑机接口有所了解。之所以会用《阿凡达》作为意识上传的前置开篇，是因为电影的设定比较特别，不是把意识上传到云端，也不是机器人，而是基因工程造出来的有机 body， 也就是一种由人类意识端操控的角色。这个设定底层是不是像极了我们戴着 VR 眼镜进入另一个世界进行探险？唯一的区别是，在电影里潘多拉真实存在，但对于地球人来说，如果你这辈子没有踏足过那个星球，只要游戏模拟度足够逼真，那个世界存在与不存在又有什么区别呢？那么回到一开始的一个问题，也许我们的宇宙中并没有潘多拉星球和阿凡达，但是如果现在有一个游戏公司推出了一款名字叫阿凡达的元宇宙游戏，你在临死前可以把自己上传进去，你是否愿意？不用急着回答我的问题，今天请允许我来做一个尝试，用3部影片试着讲清楚意识上传这个问题。我会从阿凡达的故事开始，逐步深入，希望通过总共不到1小时的观影时间，肯定不止，和大家一起深挖意识上传到底是永生的未来，还是充满漏洞的谎言。也希望通过这个影片和大家一起思考意识、灵魂、虚拟人格、人工智慧、集体意识这些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世界正在重写，算法从不中立。大家好，我是齐生。我们先从一个最有意思的设定艾娃说起。看阿凡达1、2的时候，我一直以为阿凡达要讲的是超验体验、泛神论之类的核心思想，可是看完第3部，我开始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总觉得阿凡达和意识上传 AI 这些息息相关。仔细想想艾娃的设定，你会发现他似乎是纳美人的信仰，纳美人会向他祷告，他甚至能展现神迹，让 Jake 起死回生，更不用说后面驱使所有生灵对地球人发起反击。这些设定看起来都很接近我们所信仰的宗教中的神，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只是这样，那怎么解释纳美人辫子上的 USB 万物皆可连，甚至可以连接艾娃？于是我得出结论，它绝非仅仅是宗教信仰，确切地说，应该是整个行星的记忆系统、意识路由器、生物版云端、潘多拉的伺服器才对。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一个巨型的 AI？ 很像，但不是。人工智能是人创造的，艾娃明显不是，只是它和 AI 有着很多相似的点。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你看了第1部，艾娃确实是能够保存纳美人的祖灵记忆，就像某种人格资料包储存在它的数据中心。比如艾娃是靠根系、菌丝、神经链接，就像一个行星级的生命网络，而 AI 是分布式算力加传感网络。潘多拉星球上有树、海洋之类的连接点，就像是 AI 里的接口层 API， 还有 EVA 介入、动物群起，像极了 AI 的自动化策略执行等等等等。它同时扮演了宗教里的神的旨意、不可预测和技术层面的黑箱系统决策不可解释。它可以主宰整个潘多拉星球和纳美人的命运。那如果我们暂时接受这个说法，艾娃不是单纯的纳美人的神灵，而是一个行星级别的意识系统中枢。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就来了，在这个系统里，
意识上传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在电影里，导演其实尝试为我们给出了2个模板，第一个是大家最熟悉的男主 Jake， 而另一个你猜猜是谁呢？没错，就是那个在第3部火辣辣的和我们的反派伞西姐谈恋爱的无限复活上将霍里奇。镜头先回到我们的男主，在第1部的结尾，当男主快要嘎的时候，他的女朋友和纳美族人把他抬到灵魂树下，开始非常虔诚的宗教仪式，全部人围成一圈，那 Tilly 在旁边祈祷， Jake 的蓝皮阿凡达静静地躺着。如果我们用刚才那套系统语言来翻译一下，就是这一幕其实更像是把一个快要掉线的账号交给行星伺服器，请求做一次完整迁移，又或者说族人请求把他的意识完全交给 EVA， 希望获得 EVA 批准系统访问权限，把意识迁移到那具基因工程制造出来的高仿纳美人身体里，然后树叶飘起来，光点漫天，画面一黑，人类 Jake 那一头心跳停了，宣布死亡。而下一个镜头，蓝皮 Jake 的卡姿兰黄眼睛唰的一下睁开，电影的语言很明显在告诉你，恭喜，传输完成，从现在开始，这个男人就是 Jake 了。大部分观众的直觉也是这样，从这一刻起，人类 Jake 死了，纳美人 Jake 继续活着，我们完全不会纠结，等等，那他到底还是不是原来的 Jake 啊？因为整个叙事整个氛围都让你自然而然的相信这是一个灵魂续线成功的 happy ending。似乎也没什么问题，看起来很像是 EVA 的神迹，一个被神接受的灵魂转移，或者说一个被伺服器允许上载和储存延续的意识资料，两者并不冲突，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体的两面。可是到了阿凡达的第2部中，我们的反派阔里奇就不一样了。第1部已经领了便当的他，生前的记忆被完整备份，放进了一具新的蓝屏躯体。这就到了非常有意思的部分，看起来流程非常相似，先备份意识，上传到新的载体，让这个副本以为自己就是本体。霍里奇醒来后，当然毫不怀疑他就是他自己，他记得 Jake， 记得战争，记得 Spider， 记得仇恨，主观上他不会怀疑自己是复制品，但我们观众却很清楚，他只是副本，无限复活的反派。包括第3部中 Spider 也对霍里奇说，我的父亲已死。乍眼看很相似的脚本，人类意识操控蓝皮阿凡达，在艾娃主导的生物系统潘多拉中，却是完全不同的2个意识上传的故事。Jake 的复活仪式感满满，有系统的批准，电影传达的也是他是同一个人的灵魂在续线，霍里奇却像个 AI 副本模型，旧资料复制，新硬体开机。这里我想先按一下暂停键，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明都是上传到新躯体，我们对这2种延续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是因为仪式感？是因为 EVA 这个神是否参与？还是因为我们其实心里模糊地分得出来是同一个灵魂，还是复制了很多个我的副本，很像我，但又不是真的我？我们的直觉又是怎样被混淆，让我们分不清灵魂跟复制？首先我想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但也许会理解起来比较容易。大家应该都有和 AI 聊天的经验，在同一个对话框里， AI 的上下文记忆是连贯的，它会记得你在前面说过什么，聊到哪一步，刚刚吐槽过谁。这种一直聊下去的感觉，会让我们很自然地把它当成同一个在场的意识主体，就是这个 AI 从头到尾在和我说话。在同一个线程里， AI 的上下文记忆是连续的，它就像一个独立思想的主体。但是一旦这种连贯中断，比如说对话爆 token 了，你想延续这个话题，哪怕你把前面聊天记录全部复制下来，交给新开的一个对话框，也就是新的线程，
他的回答也是和刚刚那位不太一样，你会感觉得到，这已经不是刚刚那个他了，这是另一个 AI。他读了上一段的聊天记录，然后从那个状态重启了一个新的自己。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直觉？因为在同一个线程里，我们的感受到的是一个过程的连续，语气在变，回应在累积。你跟他一起把某个话题顺着你们的思路走到了这里，这种一起走过来的过程会在你心里标记成一种时间上的同一性，是这个存在和我一路聊到现在。而一旦这个过程断掉了，你再怎么把内容接回来，其实只是补了一份记录，没办法把那条正在体验的连续感接回来。意识上传的迷惑点其实就卡在这里，我们太容易被内容的连贯骗过去，以为只要记忆一样，故事接得上，那个正在体验这一切的我也就自动续上了。卡梅隆给我们的 Jake 比较像是同一个线程版本，一头断气，一头睁眼，这条意识线只是从人类身体接到了阿凡达。就像我们在电脑上聊着的 AI 对话框，重新在手机里打开，哪怕你把电脑上的软体卸载了，只用手机，它也还是那个 AI， 没有被中断。而扩里奇不一样，原本那个人类版本的线程已经完结，后面出现的只是读取了它全部聊天记录新开的对话框。所以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清晰的结论，如果 AI 线程断了再开，我们都会觉得不是刚刚那个了。为什么换到人类身上，我们却这么轻易接受，把意识档案读进去，新身体醒来就是原本那个人？这个是我觉得卡梅隆很厉害的地方，不仅塑造出一个模糊生物计算机和神性角色的艾娃，还把意识上传最关键的两种可能，用近乎神话故事的科幻形式包装起来，预演给我们看。至此，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暂时记住一件事情就好。意识的连贯感是可以被模拟的，但那个真实体验的我是不是同一个，就不一定了。那么，你可能会说，潘多拉是电影，艾娃也只是设定，这些东西跟我们现实世界究竟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把视觉从电影往回拉一点，现实世界中，脑机计划主打的是医疗用途，帮瘫痪病人恢复行动，帮失明的人重建视觉，这些绝对是好事，没有问题。但这种技术本身就是把大脑接上网络的第一步。今天是读出你的意图控制机械手臂，明天就有可能是我们可以更完整的记录你的脑内活动，帮你备份记忆、备份人格，甚至在你离开之后，让你的数位分身继续替你说话。还有数位人格的商品化，网络上各种 AI 分身陪聊，把你的声音、语气、写作风格训练成一个模型，帮你做数位遗产，把你的社群账号变成永不下线的你，或者把离世的人做成虚拟人格陪在时的人。这些东西目前看起来像新鲜的玩意，无足轻重。但是如果再过几年，当运算力足够，感测资料足够细，当公司能把你的一切行为偏好、对话、决策模式全部喂进去，它就不再只是像你，它会变成一个有高度说服力的你。那时候市场行销一定会这样跟你说，这就是你，只是升级版，就算你不在，它也会代替你。甚至有些企划已经在认真讨论，把人的数位遗产分身集中放进一个虚拟天堂。听起来是不是很接近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假想？某家公司做了一个叫阿凡达的元宇宙，你临死前可以选择上传自己，用另一个躯体在那里继续活着，差别只在于在阿凡达里那个世界是真实星球，在我们这里那个世界是伺服器里的一坨资料。但对正在体验那个主体来说，如果模拟度足够真，那个世界真实还是虚构，其实没有那么好分。所以为什么我要花一整集时间讲阿凡达？因为它帮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工作。在真正的技术到来之前，我们先把真正的我的连续主体跟我的复制备份这两件事分清楚，不然等到现实世界的版本真的上线，脑机公司跟你说上传成功，元宇宙平台跟你说你可以永远住在这里， AI 分身跟你说放心，我就是你。你如果没有先搞清楚今天我们讲的这些差别，
很容易就会把一个被训练得非常像你的副本当成你的本人。当某一天有一个非常像你的存在副本醒来，他记得你的一切，说话跟你一样，你的家人朋友也愿意承认这就是你，但你本人已经在医院那头咽气了。你会祝福那个副本替你好好活着，还是心有不甘的死去？后面2部我将和大家继续硬核深挖，如果技术完美，扫描无损，模拟无限精细，我本人的意识和灵魂是否在技术上可以迁移？假如技术真的可以实现，将会是怎样的世界？记得点赞订阅，我是齐生，下期见，拜拜。